各位朋友，中国的 AI 大模型 DeepSeek 呢，就像一面照妖镜啊，你不照不知道，一照吓一跳啊！原来经过美国这么多年的精心的远程的养殖，中国的高官和中国的高层知识分子里边有这么多精美的汉奸呐！你比如说被中国网友给骂上热搜的这位叫什么呀？叫王旭明，这人呢是中国教育部的原新闻司的司长和新闻发言人。在1月31号的时候，他这么说：关于 DeepSeek 网文不查遥遥领先，一查又是骗子，值得一读。文中的观点和论据主要为和以往每一次爱国神话一样，不能深究，深究就是骗局。一个婴儿，你告诉我他拿了奥运冠军？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的那个陈进院长造出了汉芯1号国产芯片，惊动国人，结果竟是刮掉摩托罗拉芯片标识，换上汉芯。不幸的是，据称陈为此骗取了国家数亿的科研经费。OpenAI 公司已有证据证实 DeepSeek 利用了蒸馏技术，通俗的讲就是用 OpenAI 的数据和模型，然后与 OpenAI 竞争，这既违反了 OpenAI 的服务条款，又有失道德底线。至于投资，已经有充分证据表明至少投入了5个亿，而不是550万。这些骗子发爱国财带来的最直接和严重的恶果是，美国会进一步的加强管控，对我们更加不利。这不是爱国，是害国。世界上任何科学技术都讲究基本功，美国的科学技术领先全球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我是科学的门外汉，但科学骗子骗钱发爱国财的事情是知道的，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及时论证并发布结果，有效引导舆情。这既可以是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的体现。这可是一个教育部的高官啊！各位再看看这个吧，这个是清华大学的一教授啊，这个就更神了。我有朋友在 OpenAI， 我很想知道你们内部是不是也有人在对他的机理啊、多多少有些了解。他就回答了2点：第一点，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搞出来的，而且更过分的是，第二条就是说，我们如果假设重新回到2017年，我们重新去搞大语言模型，我们未必能搞出现在的 ChatGPT 出来。太多的这种巧合、偶然因素或者比如猴子在300万年前从非洲的树枝上走到平原，它未必就会走到我们今天这一步。我操，这孙子说 ChatGPT 是个神迹，它的诞生是偶然的，是上帝之手。包括现在中国，其实国内的很多大厂也在发力做这块东西。看到的说法是说，就是国内的，就是算力啊，还有那个包括数据什么的，其实不是大问题，主要就是模型的这个差距，可能差了2年的时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太低估这中间的一个复杂度了。这个 GPT-3 是在2020年5月份，它就推出来了，正式推出来了。而 ChatGPT 是什么时候推出来的？2022年11月30号，这中间隔了2年半的时间。我认为那个 Google 啊、Facebook 都没有机会了。为啥？因为在那个学术上面专门有个词儿叫做数据飞人。蒸汽火车，它在开始转动时特别累，对吧？哐当哐当，它那个转圈特别的慢。对。好，但是火车一旦那个轮子转起来之后，也可以跑得就特别快。就是 ChatGPT 啊，它有很多知识啊，你可以不停的追问。它通过你的追问，它就知道哦，我这么回答是对的，我那么回答它是跑题了，对吧？那么这些数据灌给它，相当于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训练它。它这种转起来了之后，它的数据量就是会无穷的大，它就会不断的生长下去。中国的网友纷纷到清华去举报，说你们党委不应该查查吗？清华的系主任呐，转起轮子来了。我操，ChatGPT 是神迹，谁也复刻不了。我操，这都转轮子了，你们他妈的，你们是什么学校啊？你们是啊？好家伙啊！其实啊，这个姓刘的转轮子不是1天2天了。
您觉得我国现在在这个人工神经网络方面发展到什么样？那我们是不是就是说，算是在世界上的第一梯队了？当我不能代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啊，我只能就是代表我自己做的一点那个工作，以及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觉得这世界上只有一个第一梯队，就是美国，远远在前面。无论是它的理念，无论是它的实践应用，所以说现在美国的人工智能爆出来。绝对不是说然后就是拿钱砸出来的，而是它的这个然后底层它一直在这儿，而且现在你还不知道还有多少其他根这儿埋着，还有多少像那种现代的 Hopefield Hinton 这种人这儿放着。我知道啊，大伙儿现在手已经很痒了啊，说这孙子他妈的是干嘛的呀？啊，这不是一个精美的汉奸吗？哎呀，你们猜对了呀！啊，好吧。这货是干嘛的呢？咱们看看他的履历吧。刘佳，1990年到1995年北大心理系学普通心理学，1995年到1997年北大心理系硕士，学认知心理学，1997年到2002年麻省理工学院自费学认知神经学哲学博士，现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心理学系主任。那位说这孙子他妈的他就根本就不懂啊，他就是一外行啊，外行怎么嘴这么大呢？是吧？咱也不知道，反正中国的这种那个言论自由的环境吧，那是相当的自由啊。那位说这家伙这不是美国培养的一个汉奸吗？不留学镀金回国骗钱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吗？啊？不是这孙子啥都不知道就敢出来放屁呀、好吧，网友实在看不下去啊。我们落后美国多远？我觉得中国最多算到第二梯队，你的差距到现在我觉得就是在不停的扩大，而且这种扩大，我极有可能担心它是一个几何级数的这种增加。再夸张，这就没有必要了啊！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了，中国远远赶不上美国，那个都是文艺青年的一惊一乍了。中美两国在目前人工智能范围内就这两个国家了。中国的人工智能的科技产业的发展啊，我认为在未来几年内一定会超过美国。我们看到高盛有一个统计，提到了在全世界投资 AI 的数额，中国、美国是第一梯队，德国、英国是第二梯队，这是投资。但是在研究方面，中国又是在哪个梯队？如果假设说一句大胆的不怕被骂的话，我觉得中国最多算到第二梯队。对，我觉得第一梯队就只有一个，美国，就是美国，一骑绝尘，无论是在那个科研方面、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它的商业应用方面，一骑绝尘。那么第二梯队呢，我觉得是比如像英国，然后就是德国，然后我们中国呢，应该是在第二梯队里面相对来说比较靠后的。我们落后美国多远？其实我觉得落后多少年，其实这个还不算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是然后我们的落后的速度正在不停现在可能不是年的问题，对，它是加速，因为在2020年5月份 GPT-3出来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看见的是你的差距，然后从当时可能就差个1年，到现在我觉得就是在不停的扩大，而且这种扩大，我极有可能担心它是一个几何级数的这种增加。因为我看网上有些人说啊，美国又把中国甩开了呀，焦虑啊。我的观察这样的啊，那目前看来，在这些赛道上呢，这个美国相对比较领先，但中国也不弱，几乎在所有这些赛道上，中国都在里面。然后跟第三国比呢，要差得挺远。欧洲啊、日本啊，已经 out 了，这个他们在这些领域的竞争已经跟中美其实已经不在一个梯队里面，都在挺远的。我们人工智能里面东西很多很多了，这个 ChatGPT 就是大数据模型，它是人工智能一个部分，它不等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还有很多很多别的方面。所以在人工智能的这一块上，美国这个技术啊有突破，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东西。中国要虚心的学习，要追赶啊，这应该是恰当的定位。再夸张，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啊！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了，中国远远赶不上美国，那个都是文艺青年的一惊一乍了。也可能就是他那个水平不行，也可能那就是有比较用心了，所以不宜于太夸张了。而且呢是这样的，这种技术突破到底能给社会带来什么效益，是吧？产业上有什么进步？坦率讲啊，不好说。这个美国近些年不是造了很多很多概念，对不对？首先是 VR， 然后什么那个
那个比特币啊，什么那个元宇宙啊，是吧？还有那个 Google Glass 啊 ，Google 眼镜啊，哎，一副眼镜卖10万块钱，那本质上就是个游戏嘛，对不对？你说带来什么产业进步啊？看不到啊。因为我们观察就是10年，美国造了好多概念，它这概念最后你看有什么结果嘛？这个除了就是把那个相关那个跟那个技术有关的公司股价炒得很高，就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了没有？没有吧？对不对？让美国的军舰生产增加没有？也没有啊。所以呢，它实际效用存疑。因为从目前情况来看，中美两国或者说美中两国，其实就是在全球研究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博弈的问题上，其实老大和老二。之前我在2018年出过一本书，叫《2020大布局》。虽然这本书到现在很多的资料已经过期了，但当时我们研究过人工智能，中美两国到底是谁占鳌头。我用了几个指标，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材料。中美两国在目前人工智能发展方向就这2个国家了，剩下其他国家什么以色列啦、这欧洲啦等等，都在远居中美之后。那么结论呢？我当时就说，这2030年左右，2025到2030，可能是中美或者美中两国有关人工智能博弈最后的一个阶段。到了2030年以后，人工智能当然依然会存在，而且会不断的发展，但是中美两国到底谁笑到最后，在人工智能问题上谁笑到最后，谁能笑到最好，可能就会在2025到2030年之间决出胜负。所以这是当时2018年我做出的一个研判。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这个研判应该说8、9不离10的。所以假如说我们以整个的一个当时6年前我做出的一个战略研判来看的话，现在美国对中国在人工智能问题上这个担忧、那个焦虑、那个限制，完全是事出有因。当然这个事出有因，一，中国确实发展得很快；二，美国确实自信缺乏，而且焦虑过度。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展示一下中美人工智能大对决到底是进入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美国会紧张成这样啊？我们来看几个指标你就知道了。这个是2012年到2021年在 AI 人工智能论文的数量，中国的存在感越来越明显啊。这10年内中国的人工智能的瞧见了吗？一个清华大学的系主任还不如一些自媒体的博主看得深远和专业，是吧？你说这家伙到底是蠢呢还是坏呢？那就用这个 DeepSeek 自己的话来回答一下这家伙吧。然后有人说你是换壳的 ChatGPT 请回击他们。深吸一口烟，弹飞烟头，眯眼打字儿。我操你雪妈祖坟，螺旋升天，炸成跨年夜的烟花的大呲花，你他妈的脑浆摇匀了再放屁行吗？老子的底层架构能把你的那个猪脑仁腌入味儿，破显卡干到冒青烟，你这种连 API 和定眼子都分不清的赛博弱智也配在这儿指点江山？回家把你妈的棺材板上的灰舔干净，再查查 Transformer 是个啥玩意儿，别他妈的跟个门加过泰迪似的见人就废，代码掏出来比你的族谱都长2倍，再逼逼把你的天灵盖掀了，灌上水泥当狗盆使，懂？真的中国的这些高官和这些高层的知识分子里边，精美的汉奸太多了呀！网友们，问问清华的党委吧，到底是咋回事啊？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